老马，你来真的？少废话，看看这个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根据最新研究，第3次神秘潮汐预计半年内结束。前2次退潮，异能者死亡率超过99%，第3次也一样，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所有人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上面决定启动绝密蝉计划，挑选潜力异能者封印假死，熬过寒冬。对，万物等价交换，代价是与时代脱节，在时间中迷失。名额有限吧？怎么落我头上了？我浑身可凑不出一个优点。你小子没皮没脸，能力又差，但是我最看好你。既然被选中，那我就当一回过冬的蝉。封印要这么久，坏了，我还是处男。蝉计划倾尽全国资源，名额不到20个，江白凭什么占一个？你还记得寒蝉吗？那个独自处理过灭世级灾难的神秘强者，难道江白是他儿子？他不是寒蝉的儿子，他就是寒蝉。不可能！寒蝉成名时，江白才15岁。控制好你的情绪，想把这里的人都害死吗？哼，口说无凭，时间根本对不上。寒蝉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传承。江白是第3代寒蝉，上一次灭世级灾难，只有江白一个人扛了下来。他付出了什么代价，没人知道。首长说了，不是江白加入了蝉计划，而是为江白量身定制了蝉计划。这什么地方？同志，你终于醒了。同志，这不对吧？没有苏醒引导流程，没有后勤团队，你叫我同志，却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同志，你的观察力真精锐，欢迎来到第9研究所。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，直接告诉我，距离第3次神秘潮汐过去多久了？说实话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要相信自己的同志。同志，距离第3次神秘潮汐已经过去1200年了。1200年，这时间足够抹除一切文明的痕迹了。我竟然还能醒过来，那现在的历史书肯定很厚吧？孩子们有的背了。没有历史书了，所有历史资料全部断层。怎么回事？第4次神秘潮汐持续了整整1000年，那是没有记忆、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。等人类再次见到光明，就是如今的第5次神秘潮汐时代。现在的荒野极其危险，人类只能蜷缩在防御基地里，光是活下去就拼尽全力了，没人有精力去找什么历史真相。你能先出去吗？我想静静。那个静静是哪位同志？出去，关灯。老伙计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是江白，正在执行任务002，任务目标未完成，任务仍在进行中。你不该告诉他时间的。同志让我相信他。他要是接受不了现实怎么办？要是信仰崩塌不活了呢？那我花的钱可全打水漂了。不需要担心，我还有件事没做，在完成之前，我绝不能死。什么事这么重要？利用剩余的时间突破极限，让自己做出更有价值的事，争取不留任何遗憾。觉悟真高，我竟然还怀疑他会自杀。不愧是老同志，思想就是高。像我这样的苏醒者，还有吗？封印你的那种舱室，我们一共发现了18个。其他人呢？其中17个早就空了，在第5次潮汐到来前就空了。全军覆没，看来我是最后的孤儿了。同志，你身体机能保持得很好，就是异能还处于封印状态。你可得赶紧恢复实力，我还指望你打工还债呢。打工还债？贴着墙壁，别出声，别出声。敌人在哪儿？几阶异能者？同志，不是嫡袭，那是什么陷阱？是没交电费，停电了。停电？我们研究所很穷的，白天经常会停电。白天停电，晚上关灯睡觉，这电不要也罢。为了打破尴尬，欢迎来到第9研究所。这就是现在的世界。这里原本是个学校，后来传闻闹鬼，就渐渐荒废了。
1000多年了，还叫闹鬼？你别笑，外面真的很危险。第5次潮汐后，世界大变，荒野里到处都是变异的凶兽，还有那些失控的致命蜜蜂。人类就任由这些东西肆虐？光是活下去就拼尽全力了。我们这里适应还算安全，外面简直就是地狱。看来，生存法则极其残酷。糟了，是高阶异兽！风翼王怎么失效了？地狱，我刚好缺个垫脚石。这就是所谓的高阶异兽，动作太慢，破绽百出，一击致命。你没用异能，仅靠体术就秒杀了他。杀戮是本能，别废话了，给我讲讲现在的异能划分。我们根据历史研究，将异能分为天、地、人3系。3系有何区别？对应前3次神秘潮汐，天系对应第1次潮汐，共有36项序列；地系对应第2次，共有72项序列；人系对应第3次潮汐，共有108项序列，一共216种。我以前掌握了3种异能，难道我是3系同修？那我现在的封印怎么解？有3条路可以选：第一，水滴石穿，睡个12000年就自然解开了；直接说第2条。第二，用神秘物质，但那种东西属于天价，我们研究所买不起，连电费都交不起呢。那第3条呢？重新修炼异能，进行2次觉醒，用新异能的能量去冲击封印。重新觉醒，富人靠科技，穷人靠变异。我选第3条。怎么觉醒？靠运气吗？我们有系统的方法。这是一张观想图，只要在脑海中观想它的轨迹，就能沟通天地能量，觉醒速度特别快。就这么简单？真的特别快，我就是用它觉醒的。既然能加速解开封印，那就不容耽搁。阴阳双语，生生不息。这么快就有反应了？才过去不到1分钟啊！他是个怪物吗？成功了，熟悉的力量又回来了。是人系异能，把那本词典给我。人系序列周期表，让我看看觉醒了什么。前30没有，前60也没有。排得越后，能力越弱哦。排名90以后都是废柴，我可是要拯救文明的。给我废柴留剧本。人系序列107，能力名称寸指。倒数第2啊。107，这么弱，我还指望你打工还债呢，这下全完了。你这观想图有毒吧？你就说觉醒的快不快吧。这能力有什么用？打断目标的序列能力或行为，打断成功后能恢复微量异能，并微弱提升异能上限。听起来是个可成长技能，为什么排名这么低？因为消耗太大，成功率极低，付出的代价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。有这功夫，不如多冥想一会儿。耗蓝高，冷却长，收益低，狗都不玩。这不能怪你，你以前觉醒的异能太强了，强大的序列之间会相互排斥，所以2次觉醒的能力就会极弱。打断施法，规则是打断别人。那如果我卡个漏洞呢？什么漏洞？如果我用寸指打断我自己的寸指呢？对自己用？你疯了吗？图什么？左脚踩右脚，原地升天。只要能打断施法判定，这微弱的收益就能无限叠加。既然这个世界规则残缺，那我就把它的 bug 卡到崩溃。2次觉醒有排斥理论，你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。你懂什么？我自有分寸。好快，这速度至少是普通人的5倍。难道是封印松动的原因？你在嘀咕什么？没事，继续研究。别忘了，我还欠着一屁股债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你真要对自己用寸指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会把握好分寸的。
我是江白，苏醒第3天，在所长的帮助下，我掌握了寸指，人和封印已出现松动，3个系列灵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会拿回一切。再普通的技能也有用，只要你遇到我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对敌人用圣光，我再用寸指打断你。停！我为什么要治疗敌人？这是肉包子打狗。思路要开阔，格局要打开。比如我们拷打敌人时，你用圣光让他伤口愈合，伤口愈合是很痛的，然后我用寸指打断治疗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酷刑？那战斗中呢？总不能给敌人加血吧？守卫奶妈荣耀，吾辈义不容辞。笔刺入他喉咙，你立刻用圣光治愈伤口，笔就会死死卡在喉咙里，他想拔出来就得撕扯喉咙。你或者我从正面开枪，你提前给他后背丢圣光，加强他后背的防御能力，子弹就无法贯穿身体，留在体内直接爆炸，这能增加2次伤害。你有点太极端了。谢谢夸奖。你的寸指太古怪了，我查不到异能流向。没事，慢慢来，至少目前是好事。先去吃点东西。接着练。马上又要停电了。隐藏在阴影中的危险，断电的罪魁祸首。中阶异能者，极具攻击性，携带着致命病毒，而且他的异能失控了。来者不善啊，这是冲着让我们团灭来的。他来了，你们快走啊！算我求你了，江白，我去安全引开他。收起你那拙劣的演技，这破研究所穷得叮当响，连平时的电费都交不起，哪来的钱修什么安全屋？就算真有安全屋，里面有水有电吗？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是安全屋还是棺材屋？更何况你的地图是反的，你指给我的才是真正的逃生路线，你自己想去送死断后。你一直在骗我们。这怪物是中阶异能者，而且已经完全失控了。我因偷去类是死，但为你们争取逃跑的时间。逃跑就能活命了？东躲潜藏，没有安稳的环境，我们无法修炼，早晚也是死路一条。不解决它，今天谁也活不了。可你现在只是个初阶啊，就算你刚才说还藏着一次寸指，威力也不足以秒杀中阶异能者。谁告诉你我只有1次寸指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受人和状态的加持，我的异能恢复速度是常人的5倍，不仅恢复极快，上限也在不断提升。对付一个毫无理智的失控者，我手里的底牌绰绰有余。江白哥哥真是太厉害了！你说，怎么一眼看出所长的？那些细节都是我瞎猜的。啊，还能这样？上来，我背你走。这怎么能行？你可是尊贵的韩厥大人。少给我废话！从现在起，我全面接管指挥权。红衣，你负责断后跟紧我。明白。战斗奶妈已就位。既然猎物主动上门，那就照单全收。前面有动静，我先去探探路。天哪，他居然能在墙上跑！现在这种功法早就失传了。江白哥哥好神秘啊！情况有变，和预想的不太一样，没有敌人。难道有埋伏，惊动高阶敌人了？是一头变异血狼。一头狼站起来有你这么高，脖子上长着碗大的皱瘤，那瘤子就是他失控的原因。还好，只是一头失控异兽，总比遇到高阶敌人强得多。我有个计划，你们俩配合一下。所长，你去当诱饵。什么？我这身子骨当诱饵？吸引他的注意力就行。红衣，你躲起来听我指令。我喊圣光，
你就奶那头狼。畜生，往这儿看！寸石，糟了，寸指失败了。他打断了异能失控，拿我的命当实验品，老六！圣光，圣光降临。寸指，打断治疗反噬，这手段真是太狠了。你这绑绳手法正经吗？你的思想境界太低了。江白哥哥太厉害了！住口！真是吓死我了！明明都被绑住了，怎么还能动？中阶异兽哪有这么容易死透？你这小子的胆子也太大了！老头子，我刚才差点交代在这儿。你当时要是晚下来半秒钟，我这把老骨头就被嚼成肉渣了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拿我当诱饵，你还有理了？万一你失手了，老头子怎么办？根本不存在这种失败的可能，所有变数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精准切断异能失控的逻辑链，顺势利落剥离并在，一气呵成。这种手术级力杀手段简直绝了！这兽瘤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？这是高浓度的异兽晶核，难怪这畜生会突然失控暴走。晶核到底是什么厉害东西啊？就是异兽力量凝结的核心所在。这头血狼本是纯粹的火系异兽，但它贪嘴误食了这颗冰系晶核，两股相克的力量在它体内疯狂冲突，无法消化，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异能失控。原来这才是失控的真正原因。切除这个核心病灶应该就没事了。这波操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那江白哥哥打算怎么处理这头大狼？咱们研究所现在连个灯都点不亮，这不就是一个绝佳的现成发电机吗？你小子连一头畜生都不肯放过，这是废土时代生存法则的第一条，绝不浪费任何一丝可利用的资源。脖子上怎么又流血了？不好，情况十分不对劲。我快被吹飞了！赶紧躲到我身后去，所长！完了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彻底完了！他体内的异能马上就要爆炸了！完了，咱们全都要死在这儿了！这股能量根本无法阻挡。江白哥哥，咱们快逃吧！慌什么？还没到最后呢。红衣，马上对他释放圣光。这时候还给他治疗吗？他马上就要爆炸了呀！别废话，按我说的做。你这是在加速我们的死亡！这就解决了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死定了。危机解除，警报取消。江白哥哥，你刚才简直太帅了！去找根结实点的绳子来。好嘞，我这就去拿。哟呵，江白哥哥，这个够结实吗？勉强凑合用吧。这是什么见鬼的绑法？你对一头畜生耍流氓啊！你懂什么？这叫专业手法。狗看了都要说一句：“你真狗！”什么话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你仔细看看这些绳结的位置，每一个绳结都是异能封印节点。哼，不然你以为普通绳子能困住它？封印归封印，手法还是很变态。你这思想境界什么时候能提高？咱们要一直养着这头狼吗？这可是个极好的免费劳动力，以后研究所的发电就靠它了。这上面的异能流转轨迹，这是失传的古代秘籍。基本操作别大惊小怪。血狼体内有异兽晶核，杀掉麦前能换好多物资呢。目光短浅，杀机取乱，这可是上好的免费劳动力。跑起来，给研究所发电！
红衣，准备给他上圣光。哇，真的来电了呀！你管这叫劳动力再利用？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嘛。好了，这下电费省下来了。江白哥哥，你看看这些，这是什么？天价维护费。唤醒你耗尽了所有资源，现在研究所欠了天价债务。那些投资人都快把门踏破了，我居然欠了这么多钱，连买营养液的钱都没了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现在的异能者怎么修炼的？用异能强化自身，提升序列。古代秘技早就被彻底淘汰了。淘汰？那是他们不识货。秘技修炼太耗费时间了，投入极高，收益却很一般。旧时代的垃圾是新时代的宝，这就是我们翻盘的机会。什么翻盘机会啊？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。现在的异能者只修肉身，遇到序列瓶颈肯定很难突破。你是想卖古代秘籍？聪明，一点就透。咱们就把秘籍包装一下，当成绝世神功卖给那些富豪。这能行得通吗？绝对行，我要反向收割他们。可是那些投资人都不好惹啊。哼，不好惹，到了我这儿全得拔毛。这就是1000年后的世界。第5次神秘朝后的废墟，我们只能龟缩在防御基地里。空气里全是衰败的味道。就是这儿。江白哥哥，这是最后通牒，3天内必须还清第1笔款。上面说，如果不交钱就强拆。你也会被他们当成盲盒卖掉。好大的口气，敢卖我！3天时间，完全足够。准备好麻袋，我们去装钱。末世重启，就从这群肥羊开始。江白哥哥，不是要去装钱吗？搞钱之前得先带上生财工具。乖，洗心革面，从改变外观开始。为什么非要把它染成黑色呀？红色太扎眼，不利于实战发挥，黑色才是黑夜完美的保护色。可我们现在是大白天出门啊，这叫全天候的战略伪装。你就是怕他以前的仇家找上门吧？他以前干的坏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他是我的合法宠物了。这明明是异兽血狼，不是狗。我说他是狗，他就是纯种黑狗。我还得给他办个导盲犬证。办证？基地里根本没人管这个，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，别浪费钱。有了证，他就是合法编证了。我看谁敢动我的合法财产。可他也看不懂盲文啊。他不需要看懂，他只需要干活。这也太惨无人道了吧！听好了，你现在开始持证上岗，首先赔付所里的电路损失费，还有失控治疗费、染毛费，以及你这头畜生的改过自新费。关于负债子偿，我连夜盘了账。怎么，算清我欠多少钱了？唤醒你的材料和设备损耗费足有1.44亿星币。多少？1.44亿？唤醒我用的是纯金仪器吗？就是，再活1000年你也还不清。那是跨越1000年的深度唤醒啊！每月还1万，得还1000多年。老弟，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。这可是我全部的私房钱了，你可一定要省着点花。这算是我的风险投资。放心，全用在刀刃上，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丁，您的支付宝到账10万星币。支付宝是个什么东西？旧文明的财富密码。老板，初级战斗服，质量太差，防御力不够。这可是最新款，防割防刺。直接给我来3套。买这么多干嘛？我和所长都有战斗服。谁说要给你们买了？那你买3套。我给自己买的，里面1套，外面套2套，这叫3重护甲，懂不懂？你真是暴殄天物！这个还有那个，全都给我包起来。你就是个败家子。老板，有大生意上门了。小兄弟，要点什么？1灵木3份，天菇粉5份。还要2份变异犀牛角粉。江白哥哥，你小点声，这是冲击中阶的材料。怕什么？我又不是不给钱。小兄弟，胃口挺大呀，这些稀有材料可不便宜，而且我这儿没那么多现货。没现货，什么时候能有？最快也得5天后。5天太久，我赶时间。
我还要赶紧突破到中阶呢。刚苏醒就想冲中阶，没有底蕴，强行拔高，简直是找死！这东西太抢手了，真心想要的话得交定金。多少钱？开个价。3万星币。3万？你抢钱？我们换一家看看吧。换什么换？大爷有的是钱。刷卡，没有密码。小兄弟真是痛快人，5天后您准时来取，最好别让我失望。走吧，小金库，咱们回家。我的3万星币啊！真是头肥羊，一口气砸了4万，不知死活的暴发户。老大，怎么说？查清楚底细了吗？第9研究所的那个快破产的废墟，今晚叫上兄弟们去给这位新人上一课。你今天太招摇了，我总感觉有人盯着我们。自信点，把感觉去掉。啊，真有人盯梢？那你还那么大声买材料？不扔肉怎么调出饿狼？一帮躲在暗处的老鼠而已。我正愁启动资金不够呢。什么意思？敢来就让他们留下底库。走，回去准备招待客人。这条件也太艰苦了。等老子赚了个大钱，全换成高档凝神香。我是江白，苏醒后第7天，外面的老鼠已经盯上我了。今晚我准备冲击中阶，99气，在现代人眼里，这就是初阶极限，必须靠稀有材料才能突破。还是白嫖的回扣用着顺手，老板也是个痛快人。经脉走向简直是破绽百出，就这种垃圾功法也配叫练蛊？还是得靠自己。1200年前的顶级古法，加上所长熬了3天3晚的改良，这才是真正的顶配功法。没300气碰都不能碰，但我刚好有500气，绰绰有余。今天就让这体操重见天日。接下来就是选择突破口了。正常人练蛊都会从4肢开始，就算失败了，顶多是个残废。禅计划的秘密必须守住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人体最坚硬也最脆弱的地方，额骨。果然够劲儿，一旦失败就会当场脑死亡。给我稳住！这点痛算什么？给我狠狠的炼化！怎么会流失的这么快？这消耗远超预期，该死，低估了这套功法。300气的最低门槛，所长那老头子绝对算错了。500气居然都不够填底，老子今天偏不信这个邪！气彻底见底了，能量彻底失衡，要自爆了，绝不能不明不白倒在这里，都给我停下！终于压住了。这点暴动就想吞了我？老子跨越了1200年，绝不可能死在这里！存之！卡住了，该我反击了！这就是
中阶的力量。额骨炼化，我的精神防御已无懈可击，现在的气量足够施展全力的寸指了。好好吃，吃完彻底毁尸灭迹。鱼儿终于咬钩了。江白哥哥，你要出门吗？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，我去市场拿点东西。我心眼多，不会被坑的。你不坑别人就谢天谢地了，谁有那个本事坑你呢？外边现在不太平，你需要带点武器防身吗？我们有很多武器的，有喷子、AK， 还有大狙。你这是研究所还是军火库？那些破铜烂铁对我没用。你等我一下。走吧。看看能用吗？好冷，这真的是武器吗？它不是一根棍子，原来其他部分被我弄丢了。重77斤7两7钱。老伙计，该去收网了。那小子花钱连眼都不眨，4万块买材料，绝对是只大肥羊。有钱人谁会来这种破地方？肯定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。干脆把他骗出来做了，直接黑了他那批高阶材料。要是他身上有一股雏形，咱们兄弟可就彻底翻身了。准备好杀阵。罗老三，找了你很久了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领死。金色额骨，精神防御终于完美了。全吃干净，不能留一点渣。我的真实底牌绝不能暴露，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气量，敢来试探的，都得死。所长，你改的那套功法有问题，普通人要是练了，必死无疑。我知道啊，太危险了。知道你还敢拿给我练？可你又不是一般人。那是，哥们儿可是要拯救世界的人。等咱们把这破世界救回来，咱们欠的那些钱就全都不用还了。你拯救世界就是为了赖账？江白哥哥，你脑门怎么锃亮锃亮的？他最近没洗头，出油了。我再去给基地投笔钱，争取每天供水多1个小时。我这是……材料已到货。鱼儿终于咬钩了。你要出门吗？不用我陪你。不用，我心眼多，不会被坑的。排好队，一个个来领死。一个刚突破的雏儿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他那把破棍子连枪头都没有。这力量不对劲，他绝不是初阶异能者。情报有误，这小子扮猪吃老虎。金色，他的额骨是金色的。这种压迫感绝对超过了2000气。既然想黑我的货，那就用你们的命来结账吧。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去黑市，那里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。我是去拿属于我的材料。那些人最喜欢黑吃黑了，你刚才还花了几万块，你现在就是他们眼里的肥羊。哎呦，你打我干嘛？你对我怎么这么没信心？我这人心眼可比他们多了，只有我坑他们的份儿。那也不行，双拳难敌4手，我跟你一起去，遇到危险我还能奶你一口。你留在这儿帮我看好家，你去了只会暴露我的战术。我怎么就暴露战术了？我可是要暗中施展绝技的，你在旁边，我怎么当老六？当老六还得背着人吗？那是当然，这是核心机密。小丫头，你就让他去吧，他既然敢去，肯定有把握的。可是他连把趁手的武器都没有，人家手里有重炮有火铳，江白哥哥就靠2只手去肉搏吗？武器，我差点忘了这个，你等着，我有一件绝世好兵器。绝世好兵器，这家伙靠谱吗？
奇怪，我明明把它塞在这下面了。你不会是想给我找把生锈的菜刀吧？找到了，就是它。这东西贼重，绝对够猛。这是？这种威压，他到底杀过多少人？露出深邃如夜的本色。啊，这就是所长说的绝世神兵？这破棍子连个枪头都没有啊！这真的能用来打架吗？啊，这枪本来就没枪头，时间太久，估计早就弄丢了吧。才不是弄丢了！传给我这把枪的那个家伙手里明明有半截枪头，却舍不得给我。他为什么不给你啊？他说要留着当传家宝，他既怕别人抢，又想跟人显摆。你们猜，他把那半截枪头藏哪儿了？藏在保险柜里。他用布包着，天天藏在裤腰带。他还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，简直蠢死了。在家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去把那些欠债的全收回来。看，那头肥羊羊真敢来，带条狗就敢闯咱们地盘。他背着什么破烂玩意儿？一根黑棍，笑死了！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鳖。挺起胸，别丢了我的脸。小子，没路了，把钱交出来吧！真是一群苍蝇，走到哪儿都能遇见。兄弟，面生啊！带这么多钱乱晃，很容易出意外的。你想抢劫我？话别说这么难听，这叫破财消灾。看来没得谈了，你们不配死在这儿。这小子这是什么怪等捡的？应聘绝对要吃亏。停，都把刀放下，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哦，误会？我们是来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最近市场里不太平，老哥请你喝杯茶压惊。喝茶？好啊，我刚好渴了，走。咱们去喝茶，老弟，尝尝这茶，这可是紧俏。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我赶时间进阶呢。老弟需要的那批货，老哥我其实有门路。当真？在哪儿？防卫局刚查了一批进货，我兄弟偷藏了几箱。太好了，我全要了。但这货不能在市场交接，太扎眼了，容易被查。咱们去185号仓库交易。出市场？那可不行，外面荒郊野外的，我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老哥，我派人保护你。他们俩绝对靠谱哦，免费的保镖，他见到我呢，那得签正规合同，银沙任务协会的标准版，遇到危险他们得挡刀。你连合同都随身带？出门在外，安全第一。真他娘的是个奇葩！不签我就不去。行，签就签。很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今天必须死！肥羊上钩了，通知老板。准备收网，规则狩猎正式开始。等等，差点忘了一件大事。老板怎么不走了？我的账还没算清。老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是落了什么东西吗？对，落了我的违约金。啥违约金？装傻是不是？咱们之前的订单取消了，这严重损害了我的信誉。按规矩你得赔钱。你疯了吧？明明是你同意换地方的。我贪便宜是一回事，基地的规矩是另一回事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从不吃亏。既然你不守规矩，那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我还是去防卫署走一趟吧，顺便举报有人藏匿进货。别，老弟留步，凡事好商量。没得商量，3万星币，少1分不行。3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可是个遵纪守法的人，不给钱，咱们现在就走。这钱老哥我赔给你。老哥真是痛快人，那就赶紧拿钱吧。你先去车上等我，我去里屋给你拿。不行，我就站这儿等，万一你跑了怎么办？3万星币都在这儿了，就当老哥交你这个朋友。分量倒是挺足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得数清楚才行。你还要数？防人之心不可服嘛。100、200，你快点行不行？别吵，我都数乱了。
还得重新数一遍。这些钱全当给你买纸钱，刚好3万，1分不少。老哥做生意就是大气，以后有这好事我还找你。那就祝你一路顺风。借你吉言，愣着干嘛？开车去。哦，好嘞，走。老板，肥羊上路了，但这小子太邪门了，我请求出动那位大人。你想动用意念石？对，我要他死无全尸，我要一寸寸捏碎他的骨头。办业务，标准保护合同。咱们不是直接去收货吗？怎么把车开到这儿？老哥来的正好，我这人一向谨慎，既然拿钱雇了你的兄弟，那就得走官方流程备案。咱们私下说好就行了，何必白白浪费手续费呢？那可不行，荒野上那么危险，万一遇到异兽他跑了怎么办？有官方合同，我心里才踏实。反正你今天死定了。老弟真是个讲究人，还愣着干嘛？签字啊！雇佣备案已生效。现在能去收货了吧？急什么？还有最后一步。过来，录个虹膜。录这玩意儿干嘛？给你买份最高规格的保险。你疯了，花这么多钱？当保镖可是高危职业，总得给兄弟留条后路。受益人是我自己，真是人傻钱多，自己花钱给别人买命，这叫企业文化。什么企业文化，乱七八糟的。把你作战服外套给我。凭啥？按照合同，我有权向保镖索要安全相关东西。老弟，这下该出发了吧？走吧，去拿我的货。这风沙可真够大的，总觉得后背凉飕飕的。老弟是不是没穿习惯？这可是高级防风材料，绝对冻不着您。我不是说冷，我是说不安全。你穿的是3级甲，连重机枪都打不穿，你还想怎么安全？才3级甲而已，万一遇到高阶异兽呢？万一有狙击手爆头呢？老弟多虑了，我兄弟可是专业保镖，他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保护老弟的安全。口说无凭，我看老哥这件背心不错，脱下来给我穿。你小子别太嚣张了，你已经抢了我的衣服，还敢打我老板的主意？注意你的措辞，什么叫抢？这是合理要求。根据合同第2条规定，雇员需保障雇主绝对安全。我是中间人，不是雇员，我没义务给你衣服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点安全感都没有。那这批货我不去收了，咱们直接算违约金吧。老弟，算你狠，拿去穿。多谢老哥体谅。这下终于踏实了。走吧，2位保镖，咱们去收货。让他狂，我看他一会儿怎么死。老大，那只肥羊已经下车了。那像球的出街菜鸟，有必要连您也亲自出马吗？我们4个兄弟足够把他剁碎了。蠢货，毕竟你的臭嘴，谁敢破坏我的计划，正让他死得很难看。这些只会打杀的废物，根本不懂什么叫谨慎。一只肥羊敢带巨禽乱跑，绝不可能只是个待宰的菜鸟。居然套了2件3级甲，可惜物理防御挡不住意念，我的精神刺会瞬间穿你的大脑。哎呦，可算到了。这破车颠得我骨头都散架了，唉，怕什么？瞧你这点出息，有2位保镖大哥在呢。老弟，货就在里面，卖家可是等了很久了。这地方可真够偏僻的，连个路灯都没有。干我们这行的都这样，越隐蔽越安全嘛。老弟，快请进吧。保镖大哥不先进去探探路吗？我先进去探路。这货库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你该不会是想黑吃黑吧？老弟，到了阴曹地府可别怨我，动手！给我把他剁碎了！罗老三，你这不守信用的畜生！就这点挠痒痒的破火力？老大，点子扎手，穿甲弹根本打不穿！别慌，对准他的脑袋开枪！接下来轮到我的回合，血狼该干活了。拦住他！快给我拦住那个疯子！下辈子找个靠谱点的杀手团队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到1分钟竟然全灭了！这家伙根本不是什么初阶菜鸟，绝对是伪装成弱者的高阶怪物。就算你是高阶，今天也得死在这里！人呢？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？
我的高级异能居然完全无法锁定他。不管你是什么怪物，今天必须死在这里！不管你是谁，我一定要打败你！啊！我的头！我的脑袋要炸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种级别的气，这种恐怖的压迫感，连我的全力一击都能轻易反弹，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哟，上面的朋友，这份大礼还满意吗？他居然一直在楼下，门外的脚步声是那头畜生。堂堂高阶意念师居然玩这种把戏，对外装成中阶，接单只收中阶的钱，每次动手还要藏着掖着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底细？这层皮披的久了，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就你刚才那点可怜的精神力，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使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猜啊，猜对了我给你留个全尸。你绝对不是什么初阶菜鸟，你是殿堂级或者是超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先滚下来受死。想抓我？你做梦！我可是要在末世活到最后的人。这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今天谁也别想活！只要逃出去，我一定会报仇！狡兔三窟，你倒是挺能挖。又是你这个畜生！都说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寸指。怎么可能？还学人家吃药。现在该轮到我提问了。是你报的案？对，长官效率真高。现场就你一个活人，你干的？长官，我可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这是我和罗老三签的保镖合同。谁知道他把我骗来，还想谋财害命。幸好突然跑出一只失控的异兽，他们拼了个同归于尽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这里全是非法走私的违禁品，你私下接触违禁品，必须跟我走一趟。长官，这就冤枉好人了。我在来之前已经给防卫司投了10名举报信。我不是来交易的，我是来卧底搜集走私证据。按银沙基地管理条例第3款，我能拿20%的奖金。你胆子是真的大，不仅想全身而退，还想从防卫司咬一块肉。合法收入。你知道这些货是谁的吗？难道不是罗老三的？罗老三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茶伯爷的货，死的是茶伯爷的人。你报了案，防卫署查封了这批货。茶伯爷背后的权势能轻易碾死你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蠢货！茶夫爷想要的，没人保得住。您这话就不讲理了。我可是银沙基地的守法生民，地上躺着的是我花钱雇的保镖，现在保镖没了，我的人身安全谁负责？保镖？他们明明是来杀你的伏击者。长官，凡事要讲证据，白纸黑字，雇佣协议，他们保护不力，甚至还想反咬雇主。按照规矩，这就是严重的违约行为。就算有合同又怎样？人都死透了，你还能把他们叫起来赔钱？活人没法赔，死人有遗产吗？购买的战斗服发票，我看他们穿的太破，好心借给他们3件，一共6800星币，发票编号都在。人都死了，衣服坏了也是活该。借东西要还，弄坏了得赔。我要求从他们那份死亡保险金里优先扣除。防卫署收缴的赃款不可能随便给你，抚恤金只发给死者亲属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长官，您是不是忘了银沙基地的铁律？基地管理条例穿评为优先于一切罚没款项和无主遗产。6800只是衣服钱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他们任务失败，害我身心受创。按合同约定，违约金是6万星币，违约金加战斗服赔偿，一共66800。算先算下来，他们还倒欠我1800星。算呢。签字，拿着你的赔偿款滚蛋。多谢长官秉公执法。长官，您人还怪好的嘞。队长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刚刚接到总部紧急密报，10分钟前，查博士死了。怎么可能？难道是他？我是江白，任务002正在进行中。
苏醒后第10天遭遇黑势力伏击，我被迫反击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经查明，幕后主使是银沙基地的查博士。任务002的意外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江白哥哥，你早就猜到他们会来，所以你是故意炫富引蛇出洞的。那个被你抓回来的刺客都傻了，这怎么审啊？常规手段当然撬不开他的嘴，但我们有更直接的办法。所长，情况怎么样？头骨粉碎，一骨已经彻底退化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脑子是废了。意念师最擅长精神暗算，打碎他的傲骨是最稳妥的防卫。他叫南宫小新，是个游荡的高阶意念师，他不是查博士的死忠，只是个拿钱办事的临时工。看来这个查博士隐藏挺深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得亲自去找这个查博士聊聊了。你找不到了？什么意思？他跑了？查博士死了。我前脚刚审完小喽啰，他后脚就暴毙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真不是你杀的？别诽谤我，我可是银沙基地的守法凶民，就算要杀人，我也绝不干这种没油水的买卖。但我朋友刚传来的情报，现场留了名。寒蝉，你的异能即将失控，立刻启动封印程序，这是最高指令。寒蝉，最后的光。寒蝉，这是谁啊？好中二的名字，居然敢在银沙基地明目张胆的杀人留名。这件事你们不用管了。1200年前，寒蝉是文明存随的最高机密，知道这个代号的人早就应该死绝了。冒充我，杀人灭口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什么图谋，既然你想用这个名字把我从黑暗中调出来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看看谁才是猎物。南宫小新，我不是怪物，我不是。高阶意念师的底子确实不错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料理你的时候。所长，红衣在，怎么了？在查清外面的敌人之前，我必须先摸清我们内部的底牌。15分钟后，餐厅开会。开会？开什么会啊？别问了，听江白的准没错，赶紧走。红衣，你负责记录会议纪要，事关生死存亡，必须一字不落，能胜任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江白，咱们非得弄得这么正式吗？有人冒充我的名号杀人，说明暗处有一双眼睛盯着我。所长，关于我苏醒这件事，究竟有多少人参与？前因后果，我今天必须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其实吧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本来是第12神将，在一次遗迹探索中意外发现了拯救世界的线索。所长，你刚才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我说我在遗迹探索中发现了拯救世界的线索。不是这句，再往前一句。我本来是第12神将。等等，江白哥哥。所长原话就是这句。你以前是神将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已经不是神将很多年了，我自己都快忘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所以就没提。居然觉得不重要？既然提到了，那就先聊聊神将的事。你一个人系异能者是怎么当上神将的？其实我是天系和人尼双系异能至于神将称号，与第4次神秘潮汐有关。超凡者死后，自身意逆会彻底失控，他们生前能量越多，死后意逆波及的范围就越广。这种意逆失控区域，我们称之为秘坟。秘坟，死亡禁地，一座坟，一个死人，1%的力量就能造就神将。那个死人生前究竟有多强？他又是因为什么而死？你刚才说你在遗迹探索中发现了线索，那个遗迹也是死亡供地，有队友吗？算是一座未知的秘坟吧。至于队友，4天地和我一起去的。4天翼，加上你一个神将，当世最强的5个人，去挖一座未知的坟。那座坟里可能有救世的线索。结果呢？救世主当成了吗？什么都没拿到，还险些全军覆没。那座秘坟的恐怖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我为了寻找线索，强行开启了禁忌核心，结果遭到了难以想象的规则反噬。我的异能根基被打碎，境界一落千丈，就连我的真名都被因果强行抹除了。所长，你以前这么惨烈啊？所以你失去了神将的称号。神将之位，能者居之，我废了自然就得让位。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你既然是天人双系异能者，为什么只混了一个人系的神将？这称号难道是论资排辈选出来的？神将不是评选出来的虚名，
那是实打实用命拼出来的军功章。这个世界有24座最危险的死亡禁地，天系4座，地系8座，人系12座。这和神将有什么关系？死亡禁地极度不稳定，随时会爆发毁灭性的灾难，必须有人进入其中镇压异变。当年我成功镇压了人系的第12座禁地，这才被世人尊称为第12神将。哇，原来神将是救世英雄啊！别往他脸上贴金了，费这么大劲儿去镇压禁地，报酬是什么？别告诉我是为了大义，我不信这一套。成功镇压异变后，能获得禁地的部分权限，可以短暂调用死亡禁地的恐怖力量，哪怕只能借用1%的威能，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瞬间成为天下无敌的强者。这死亡禁地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一座禁地为什么会拥有这么离谱的力量？郑白，你知道第4次神秘潮汐的历史吗？那是1000年的历史空白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没错，历史断层了，但那个时代留下了最致命的遗产。什么遗产？秘坟。秘坟？坟墓？谁的坟墓？前代超凡者的葬身之地。超凡者死后，体内的意义会彻底失控暴走，他们生前掌握的能量越多，死后暴走的规模就越大。死后异能失控，形成死亡区域。那死亡禁地呢？全球最危险、能量最恐怖的24座秘坟，就是我们口中的死亡禁地。借用禁地的力量，其实就是借用那个死人的力量。那个死人生前到底有多强？1%的残留力量就能造就神将。没人知道他们有多强，也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。我们只知道，如果不镇压，大家都会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像这样的秘坟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？在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上，有记录的秘坟超过了1000万座。既然有1000万座秘坟，为什么只有24座死亡禁地？这24座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因为他们最强，也最不可控。被4座秘坟，地系8座，人系12座，他们就像是24颗随时会引爆的超级核弹。上一纪元的1000万死者里，只有这24个人最特殊。没错，他们生前掌握的规则之力太狂大，死后根本无法自然消散，最终演变成了撕裂世界的毒瘤。如果不及时派人进去镇压异变，爆发的能量足以让整个世界就瞬间崩塌。世界崩塌，那我们还能活到现在？所以才有了天地、地藏和神将。任何能成功镇压禁地异变的人，就会得到世界的认可。镇压天系尊为天地，镇压地系尊为地藏，而镇压人系便封为神将。拼了命去镇压，就是为了借用那1%的死人力量。不借用不行，人类现有的力量太渺小了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但你这个第12神将，怎么把自己搞废了？镇压失败了？不，第12座禁地我镇压得很好，是我太贪心，想去寻找彻底终结末世的办法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在禁地的最深处看到了一块残破的石碑，石碑上没有文字，只有一段残留的精神印记。那烙印告诉我，在这1000万座秘坟之上，还隐藏着一最初的坟。万坟之祖，他从未被记载，但我隐约感知到了他的位置。那里面藏着救世的坐标，或者是灭没的源头。就凭你一个人也敢去闯这种地方？我当然没那么蠢。为了那座坟，我暗中联系了当时最强的4个人。4天地？没错，当时最强的5个人达成了秘密协议，共同踏入了那座禁忌之地。然后呢？你异能尽毁，名字被抹除。你们不是去分赃的吗？结果踢到了铁板，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怪物？是门，9道通往无尽黑暗的门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前4扇门已经被打开了。什么人能在4天地之前打开那里的门？门后到底是什么？是无尽的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5个人站在门前，彻底僵持住了。让我猜猜，实力强的怕被人暗算，实力弱的想拼一把，拍得一字不差。所以他们都盯上了你这个最弱的神将。然后我走进了第1扇门。那是远古遗留的规则碎片。我的异能天文在那一刻被强行拉升到了神级。我问苍天，如何救世？苍天给你答案了。他给了我一个人迹秘坟的精确坐标，
我立刻退出了禁地，暗中找了另外2位神将帮忙。我们耗尽心血，强行破开了那座秘坟的防御。我们在最深处的废墟里把你挖了出来。原来你真的是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老古董。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坐标，值得你倾家荡产？为了唤醒你，我填进去了所有的设备、资金和人脉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。强行开启禁忌，使用神级力量，代价不小吧？神秘潮汐第一定律：万物等价交换。我动用了不属于我的力量，问出了那个终极抹除了。作为代价，我的名字再也没有人记得我叫什么，我成了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。你连名字都不要了，就为了把我这个变数刨出来？因为你值得，你是跨越千年的唯一变数，你就是苍天给我们的答案。江白，你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，终结这个绝望的末世。你一定能带领我们终结这个绝望的末世，对不对？有烟吗？有烟。接下来我说的话不用记录了。你说，我听着，绝对不漏掉一个字。所长，可能要让你大失所望了。我不是你们要找的救世主。怎么可能？你懂那些失传的神迹，你一定能带领我们终结这个末世。愚不可及，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神明来拯救众生，战胜这该死的神秘潮汐，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绝世武力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整个文明的死战不退，靠的是一群像你一样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，还要闭着眼睛往下跳的蠢货。无数没有名字的人前赴后继，拿自己的命去填平那些禁地。在这条路上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没有疯，我倾家荡产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自己就是救世主。当年在训练营，我那个脾气暴躁的教官就是这么指着鼻子骂我的。听说是他老子临死前原封不动交给他的。真好，这才是真的好啊！人哪怕被杀死，但这种精神活下来了。时代变了，但这股气没断，这就叫传承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代表1200年前所有为这项事业牺牲的先驱者，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。管家，既然是生死同盟，该告诉我你的真名了。我刚刚不是说过吗？我的名字被英国抹除了。我知道，别人记不住你，档案里找不到你，但现在是我们2人之间的结盟，你可以亲口把那个字告诉我。你还不明白吗，江白？神秘潮汐的因果抹除是绝对的物理法则，不仅是整个世界，就连我自己也把那个字忘了。我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！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群怪物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连名字都没了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算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英国抹除了你的过去，但抹不掉你站在这里的事实。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。从今天起，你的代号就是管家。我的代号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欢迎加入任务002。记住，现在我是长官，是下属。管家明白，誓死追随长官。太酷了，这就是旧时代的硬汉结盟吗？行了，别搁这自我感动了。既然是下属，那就得听我的规矩。任务002是最高机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如有背叛，我会亲手处决你。绝有二心，我自裁。很好，现在谈谈你的身体状况。你从神将坠落，是因为异能失衡？是。我强行透支使用了天系异能，如今我体内的天系与人系力量彻底失衡，稍有不慎就会气流逆转，当场爆体而亡。双系同修不进则死，确实是个麻烦事。那就再加一系，强行镇压他。您的意思是再修一系地系异能，形成3组鼎立。3系同修，那绝对会死人的。废土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过3系同修。废土没有，不代表旧时代没有。我知道一个旧时代备用仓库的坐标，想要开启仓库，我们必须完成3个目标。我记，绝不漏字。第一，查出是谁在冒充韩城杀人，敢打着我的名号在外面搞事，这是在砸我的招牌。这人必须死。明白，我会动用所有暗线去查。第二，搞钱，疯狂搞资源。你现在太穷，穷的叮当响，没钱没资源，一切伟大计划都是空谈。长官，我可以借钱给你们，利息好商量。你的钱太烫手了，我们得自己去赚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必须搞一张最顶级的地系观想图。长官，顶级的观想图，那在银沙基地的黑市上至少要上亿星币啊！对啊，把我们卖了都凑不够这笔钱。上亿，那确实是个大数目，正经生意做不了。那就只能玩点黑吃黑了。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干一票大的。黑吃黑吗？打谁？我的圣光已经饥渴难耐了。
打打杀杀太低级了，最暴力的手段是金融。哇，你要还我钱了？还钱？你的格局太小了。我一周能把10万变成40万，就凭这赚钱能力，你不想多借点儿？多借点儿。比如你借我200万，我每个月付你高额利息，复利懂吗？钱生钱，利滚利，你在家躺着，钱就在疯狂变多，赚来的钱全给你交利息。懂了，双赢。可是我只剩80万了。没关系，可以变通。我借你200万新币，我嫌你打个120万欠条。哦，不错，很有投资眼光。这40万你先拿着，算作你保管的本金。谢谢江白哥哥，我一定帮你看好钱。长官，这钱，这不本来就是单老板的吗？他怎么还倒欠您120万？管家，你还是太年轻。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，都回去早点休息吧。任务002备份记录：苏醒后第11天，局势未明，查博士被杀案疑点重重，冒充我杀人的人手段极其狠辣，对方能在极短时间内灭口查博士，甚至没给我留下任何追踪线索，这说明对方实力极强且早有准备。但奇怪的是，南宫小新还活着，对方能杀查博点，自然也能杀他，不留活成才符合常理。换而言之，他是故意被留下的。南宫小新是一个活体诱饵，这是一场套娃式的心理博弈。对方知道我会看穿这是诱饵，哼，却偏偏用这种阳谋逼我入局。今晚突击审问南宫小新，我要从这个诱饵嘴里撬出真相。傅宗君义尽的弃子，滋味如何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今晚我们玩点刺激的游戏，认识这个不？我新研发的审讯神器。任务002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开始。首先切立点，我是最高指挥官，你们2位目前全都在试用期。长官，这试用期考什么？绝对的服从以及闭嘴。明白，绝对服从。昨晚的试探有了结果，那个活体诱饵体内藏着大麻烦，这说明幕后黑手的实力远超预期。那我们直接干掉他。治标不治本，我们需要提升整体战力。你需要恢复实力，我需要重回朝。我们需要一张高阶观想图。高阶观想图那可是天价，上次黑市拍卖拍出了上亿新币，咱们研究所连下个月的电费都快交不起了啊！那我昨晚的200也不够用啊。昨天的200万只是带你入门，真正的资本家玩的是资金盘。能买好吃的吗？能买下整个银沙基地的财富。红衣，你想不想做基地首富？想。当你追加到1000万的投资额度，年底你的资产就能翻好几倍。可我连100万都拿不出了，我是个穷光蛋了。不需要你出真金白银，不用给钱，那怎么投资？你只需要给我写一张1000万的欠条。我借你钱，我给你写欠条。长官，这逻辑是不是反了？管家，你不懂，这叫信用扩张。这笔钱算你借给我的，但我把它存放在你那里保管。你手里没钱，但你有对我的债权啊。我每个月依然按1000万的额度付你利息，你1分钱不用出，凭空赚1000万额度的利息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在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压榨我。我背负着1000万的债务在外面拼命，而你坐在家里白赚利息。空手套白狼，双赢中的双赢。我写，我马上写1000万的欠条。江白哥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合作愉快。这怎么变成他倒欠您1000万了？那他之前借给您的钱呢？管家，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与杠杆。现在，研究所的财务命脉正式由我接管。资金池已经建好，现在是先去买那张救命的观想图，还是先去解决小黑屋里那个随时会爆炸的活体诱饵？代号寒柴，苏醒第11天，任务002第一次复产记录，现在开始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那个假冒寒柴到处杀人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？目前局势看似平稳，实则暗流涌动。第一点，研究所遭遇的首次袭击，偏偏的核心异能是能天问和善变，这2项能力撞架要作用有一个致命的前提，那就是目标必须具备理智，必须能听懂人言。而血狼只是一群毫无理智、只知道杀戮的嗜血野兽。管家中完美的属性克制，绝对不是什么巧合。这说明幕后黑手对研究所的底牌一清二楚。甚至连管家能力跌落的情报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。不仅如此，对方还极其擅长布局，这引出了第2点：既然拥有这种碾压级的实力，为什么不把活口全杀了？为什么还要特意留下南宫小？答案很简单，南宫小新是一个诱饵，对方不仅留了他的命，还故意抹去了他发狂的记忆，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，是故意做给我看的。幕后黑手知道我一定会审问活成，我要去追查背后的真相，他故意布下这个套娃式的陷阱，等着我主动跳进去，这根本不是阴谋。
而是赤裸裸的阳谋。对方用线索作为香饵，逼迫我主动入局。如果我按兵不动，线索会彻底中断，会永远处于。如果我咬钩，就会陷入对方精心准备的更陷阱，犹豫就会败，只能以力破局。可惜我这人最讨厌被人牵着鼻子走。面对这种阳谋，最好的破局之就是直接掀翻棋盘。既然你敢下来，我就敢把连钩带线一起吞了。你终于来了。上次感觉如何？你到底给我用了什么？逗猫时间到。逗猫棒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逗猫棒，上面沾了亚马逊毛毛虫的粘液，只要沾染到皮肤就会让人瘙痒难耐，疼不欲生。你主子抹去你发狂的记忆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净留在这儿，根本不是为了让你当诱饵，而是为了让你当活体炸弹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副总督绝对不会放弃我的。易进是吧？银沙基地的副总督，他特意把你留给我，就是算准了我会来审问你。一旦我触碰你精神禁制，你就会当场失控自爆。不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把这粘液涂满你全身，再把你扔出去自生自灭；第二，把易进的底牌全抖出来，或许我还能留你一条残命。背叛副总军，我一样会死。鱼儿终于咬钩了，你以为你现在还有退路？这是高浓度亚马逊毛虫的粘液，能暂时切断你和禁制的联系，但代价是100倍所养难耐的疼苦。不，别过来，我全说。很好，我的耐心非常有限。从易进的隐秘布局开始，他根本不在乎研究所，他真正的目标是城外的秘坟。秘坟？对，是第5号秘坟。他收到极其可靠的情报，说那里藏着旧文明的核心遗物。他派我来这里故意试探你，只是为了把你死死牵制在基地，不让你去干扰他的挖掘计划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求你放过我。放过你？你想的实在是太美了。你骗我，你这个骗子！我不杀你，不代表我要放过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暗少。不仅如此，你的全部身家财产，从现在起，统统都归我了。这就开始装傻了。我也床捉木有了，你这招对我毫无用处，你不开口就毫无价值。留着你，难道还帮你养招吗？研究所最近真是太穷了，连药剂都不够用。幸好我这人非常勤俭节约，还挺能忍。我看你能装多久。当粘液接触到皮肤，首先冰凉的感觉会覆盖的你身体，在大概10秒后，粘液就会刺激到你的神经末梢，只需要1毫升的剂量，就足以让一个成年人痛不欲生。而身为意念师的你，会瞬间提升整整1000倍。你简直是个魔鬼！让我看看，从哪里比较好。别动手！我什么都说，我刚才是骗你的，我把真正的秘密都讲出来。那是易进种下的监控死线，我怕被他发现背叛，才装疯的。自作聪明的蠢货！你以为我大半夜不睡觉是为了看你在这里演哑剧？我要钱，你的全部身家财产。钱？你绕这么大一圈交出来，能换命吗？你犯的可是谋害总督的死罪，想买这条命？全都给你，求你别把东西弄在我心底，我对您耿耿，您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。很好，这才是成熟的俘虏。早这么痛快，少吃多少苦头。我可以活下来了吗？200万，只够买你1半的命，另一半的命，你打算拿什么换？200万，只够买你1半的命，另一半的命，你打算拿什么换？我还有情报，惊天大情报，是易进，他要刺杀银沙总督。这个秘密，整个基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这个情报足够了吧？就这？那您塔宝业雇佣你出了整整30万星币，刚刚那200万里可没见这笔钱的影子。您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谋害总督的阴谋您都不管？少废话，我的钱呢？1分都不能少。那笔钱我藏在下城区的破旅馆里，就在302号房间床铺底下的夹层缝隙里，全都是不记名的电子数卡，密码是6个0。早点交代，不就不用这么破坏气氛了？现在我的命算买全了吧？别急，我们的交易才刚刚开始。现在把刚才说的阴谋重新复述一遍。您刚才不说不感兴趣吗？我问，在废话你喝那个粘液。是，你问什么我答什么，绝不隐瞒。易进计划引爆的秘坟，具体坐标在哪里？在废土7月域旧城遗址的地下。还算老实，没给我添乱。我对您绝对是100%的坦诚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重获自由了？这上面记录的东西，你仔细看一眼。我都交代清楚了，这没问题啊。既然没问题，
那就签字画押吧。可是我双手都被绳子绑着，我根本没办法拿。谁说要你拿笔签字了？别乱动。恭喜你，现在你是我的人了。在这儿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价值。都问完了。问完了，这家伙是个穷鬼，高阶意念师才榨出200万，真亏。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，说来听听。为什么你杀了仓库里的那5个人，却偏偏留下了血狼和南宫小新？这有什么难理解的？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不同。但是末世秩序早就崩塌了，用太平时期的道德去约束自己，那是找死。血狼是极好的变异研究材料，他得活。南宫小新是易尽留给我的诱饵，他现在也是我的财产，所以他暂时能活。第一，没杀过小孩，没欺负过弱小；第二，能说出一件对世界有误的事。他们手上都沾满了无辜者的血，但你怎么确定他们当时说的是实话？放心，万一他们为了活命故意骗你呢？我相信他们是非常诚实。落在你手里生不如死，谁敢不说实话？您不仅相信同志，连敌人都信任，真是有大仁大义的救世风范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去准备车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刚才门外的对话你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那我问你，你能过我的第一关吗？我不能，我杀过无辜的人。很好，至少你没对我说谎。那你能过第2关吗？你能说出一件你对这个世界有益的事？看来你也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。我有价值。您刚才说我是易经的诱饵，您现在掌控了我的生死和全部沈家，我愿意做您的暗哨，做您的一条狗。暗哨？你打算怎么做？义军现在以为我已经死了，我可以想办法重新获取信任，我帮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包括造反计划。只要您留我一命，我绝对配合您的所有工作。不错，脑子转得挺快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在总督府的眼睛。谢谢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才对。恭喜你，终于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俘虏。江白哥哥，他们怎么都盯着我们？因为我们长得好看，别理他们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？你好，我要租铺子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给您拿账本。不用找了，我要租那间茶铺。不行，那间铺子的租约还没到期。店铺主人都死了，租约不就作废了吗？这小子疯了吧？那可是查大夫的铺子，查大夫刚死在里面，他却出这个眉头啊！江白哥死过人的地方很晦气吧？你懂什么？死过人的铺子才便宜。按规矩，原主人死亡，店铺可以重新租赁。你要是做不了主，就让你的主管出来。可是这事儿真的不行啊！早就听说江白兄弟英雄出少年，面对众人围杀毫不惧色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你是哪位？银沙基地副总督易进。易总督竟然亲自出面了，这下那小子绝对要倒大霉了。连高阶意念师南宫小新都栽在了你的手里，江小兄弟的手段真让人佩服啊！我听说南宫小新只是个中阶意念师吧？总督大人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？江小兄弟不够严谨啊，说话可要注意。我是副的副总督，在咱们银沙基地，总督大人只能有一个。哎呀，抱歉，我这人性子直，看见什么就说什么。我瞧着您像是个当总督的料，一纯口就说出来了。怪我，什么大实话都往外冒。说正事吧，查大夫死了，你想租这铺子合乎规矩，只是不知道你租下这铺子准备做什么，总不会是卖茶吧？走私违禁品、买卖人口、杀人越货，还有抢劫、敲诈、威逼利诱、逼良为娼，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嘛，我通通都不干。你说什么？没错，这些事儿都做不得。江小兄弟很懂规矩嘛，认识我的人都夸我奉公守法。既然懂规矩，那就办手续吧，给他拿租约合同。且慢，租约可以签，但租金至少要便宜一半。江小兄弟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我很守规矩，要求降价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你这铺子里刚死了人，晦气。这铺子坐北朝南，黄金地段，生意兴隆。你这铺子里刚死了人，这铺子设备齐全，装潢上等，真材实料。你这铺子里刚死了人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哦，那算我多说了一句，你继续编。显得公正点，因为查老爷的命也就值这点钱。你是在挑衅我？我只是在评估一件商品的剩余价值。江小兄弟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哼。
江白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副总督大人，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，你这么大火气，容易短命啊！这小子明明异能变动不强，为何底蕴如此恐怖？好一个和气生财，江小兄弟真是深藏不露。承让承让，还是副总督大人的手劲够大。那这打折的租金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查道爷虽然死了，但他的命绝不能被如此轻重。哦，那副总督大人的意思是，这间铺子按1折租给我。那青是白素，这是被气糊涂了吗？这感情好啊，只是这差价，市场管理处怕是不乐意。剩下的9折，易某人自掏腰包补上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的人命很值钱。大气，副总督大人真是义薄山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办手续啊！租约已生成，1折租金每月2500星币。红衣，付钱。又要我付啊？咱们要有自己的产业了，你这是风险投资，1折还要2500，真是黑心啊！手续办完了，蒋老板，祝你生意兴隆。这茶铺里的水很深，你可别把自己淹死。多谢提醒，我这人别的不会，就是水性好。哼，这味道真是够呛的。红衣，去外面打几桶水，把地洗洗。我是来跟你干大事的，怎么变成保洁了？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快去！竟然真敢住进去，惹了副总督，我看他活不过今晚。这字写得太丑了，简直是败笔，毫无神韵，完全是在侮辱我的名号。他要干什么？居然在啃咬你！还是我写的好看，这才是正版。江白哥哥，你这不是向所有人宣战吗？怕什么？就是要让他们看清楚。真香！大白天的关什么门？江白哥哥，这里的电费比研究所贵很多。你不早说！真正的寒蝉回来了。红衣，去2楼待着。江白哥哥，这里好黑啊！开灯不要钱啊！快上去。那要是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？真打起来你就跳窗跑，钥匙拿着，自己开车回研究所。可是我根本不会开车啊！狗会开，让狗带你走。华夏有句古话，不打不相识。江白先生久仰大名。你这说话的口音挺别致啊。在下魏俊杰是个识物的人。华夏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拽词儿了，废话真多。自己找个地方坐，说正事。江白先生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这小子的气用的还挺巧妙哦。那我们的敌人是谁？你又是代表哪一方势力来的？打开天窗说凉话，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易进。易进不过是个区副总督，你们对付不了他，还要来找我？江先生初来乍到，有所不知，银沙基地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。我们非常欣赏江先生的强大实力。欣赏可填不饱我的肚子。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实质好处？高阶观想图1份，星光圣殿长老的尊贵身份，还有副总督的宝座。这条件倒是挺诱人的。那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？很简单，暗杀易进。杀人可是犯法的高危勾当，这送命的活我可绝对不接。江先生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老实交代，你小子吃了多少回扣？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汉语不太好，实在听不懂。拽文的时候挺溜，现在装老外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慢走不送了。华夏有句老掉牙的古话，朋友来了有美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。我不是豺狼，你也不必一直端着枪。你看得倒挺准。这是中阶一股打磨的子弹，可惜我只有2发。喂，是我已经接触过江白了。华夏有句老话，用来形容他最合适不过。这个年轻人恐怖如斯。恐怖如斯？别问了，他绝对不可招惹。他那枪里的子弹大有蹊跷。那恐怖的紫光绝不只是中阶一股，他明明有3发子弹，却偏说只有2发。他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警告我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能要我的命，立刻终止一切针对他的试探动作。
江白哥哥，那个坏人走了吗？早滚远了。下来吧，警报解除了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真要跳窗呢。那家伙到底来干嘛的呀？一个自作聪明的推销员罢了。去把门板关严实点，透风。哦，我这就去。苏醒后的第15天，依旧没有联系上组织。不过银沙基地的局势倒是摸清了。星光神殿、月神会、日西教3组鼎力各自扶持傀儡，就为了争夺一个总督的宝座，真是一群争权夺利的蠢货。把变异的异能当成神明的恩赐，全他妈是封建迷信。这场废土上的闹剧，是时候该我来定规矩了。江白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月神会欣赏你的手段，只要你肯加入，代长长的位置就是你的。我们甚至能保举你做下一任副总督。副总督，这空头支票画的未免太大了。日西教的条件更实在：一，绝不插手总督之争；二，限期离开银沙基地。这箱星币是路费，拿钱。你敢在我们月神会面前公然抢人？抢又如何？一个危险的过江龙留在这里就是隐患。二位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，别打扰我关门休息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，明早若没答复，后果自负。江白哥哥，他们好凶啊！到底想干嘛？我们要拿钱跑路吗？跑？为什么要跑？星光圣殿要我当打手，月神会要我当傀儡，日西教更直接想破财免灾。这3条地头蛇都在疯狂试探我的底牌，他们越是急着拉拢或者赶我走，就越说明他们手里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强者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睡觉。红衣，拿笔把这狼毛全涂黑。啊，涂黑干嘛呀？这可是防卫局刚贴的通缉令，公然破坏通缉令，被他们发现会抓我们的。照做就是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这老六绝逼是疯了，公然撕毁通缉令，还敢明目张胆的打广告，他这是在把防卫部的脸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呀！他到底藏着什么恐怖底牌，敢这么嚣张？这样一来，这潭水就彻底浑了。我看这帮孙子谁还敢轻易出手试探？呵呵。尹晨飞大人，他怎么亲自来了？别紧张，就当是自己的铺子，随便坐。这本来就是我的铺子。听说你这里做咨询生意，看心情也看价钱。一个问题10万星币。一个问题10万，这人是疯了吗？我问你答，钱立刻到账。这里是10万星币，我的问题是，你到底是谁？江白哥哥，你疯了！你这年轻人果然有意思，敢拿钱砸我的你还是头一个。这个问题免单，我是银沙总督胞弟银晨飞，总督的亲弟弟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舞池。既然免单，那我就收回了。现在轮到我提问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仓库遇袭那天，你分明已经控场，一仓库的货唾手可得，你为什么还要报案？我是个守规矩的人。哼，乱世之中，守规矩的人死得最快。所以，我报案只是为了做个测试。测试什么？测试银沙基地的规矩，配不配让我留下来？好狂的口气！有胆识，不愧是敢撕通缉令的过江龙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这银沙基地下一位总督会是谁？这是道送命题啊！选谁都会得罪另外2家。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我。好一个肯定不是你！好难受，呼吸不上来了。江白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寒川吗？我觉得我是。好胆色，有意思。你这只蝉比我想象的还要狠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死定了。试试这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口玉抿云，1缸茶包烟，2000字马1缸。当真？这可是旧文明时代的顶级修行法。痛快！我就说嘛，一点一点抿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
还是你们旧文明的人懂修行。钱的问题问完了，现在问个不花钱的，仓库那批货你为什么不私吞？别跟我扯什么规矩，你连个超凡者都不是个乱世，没实力，拿什么守规矩？把资源拱手让给防卫兵，这可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如果是聪明人，就该用这批货换取资源，迅速提升实力。有人一顿饭吃半个馒头就能饱，有人吃10个馒头还觉得饿。在我看来，半个馒头和10个馒头没什么区别。好狂妄的口气！我追求的是极致的分配效率，以及重塑这废土的文明秩序。这银沙基地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，蜜坟那边的动静你应该听说了吧？略有耳闻。风雨欲来，谁都不能独善其身。蜜坟变故一旦开启，银沙基地必将大乱。那咱们就各凭本事了。江白哥哥，他这就走了？你们刚才打的什么哑谜啊？蜜坟的门要开了，这盘棋我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弃子，现在轮到我来执子。江白哥哥，他这就走了？你们刚才打的什么哑谜啊？他可没走远。10万星币什么意思？给你的真相费。什么真相？银沙基地里能扛我3枪的人，有1个就足够了。总督大人，微服私访好玩吗？总督，你知道看破我的伪装会有什么下场吗？下场当然是坐下来谈一笔大生意。好一个寒蝉！整个银沙基地敢这么跟我说话的，都已经死透了。既然你看穿了我的身份，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仓库那批货你为什么不私吞？哼，别再拿什么半个馒头敷衍我。总督大人，银沙基地有多少人？哼，200万。仓库的货能换多少星币？100万上下。100万星币分给200万人，每个人头上不过半枚星币。在黑市，半枚星币能买什么？刚好能买2两劣质变异兽肉。在这操蛋的废土，理想不能当饭吃，但2两肉能让人吃饱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活到明天。2两肉，这算什么大计划呀？你把物资让给防卫署，是为了让总督大人亲自把这2两肉发下去。借你的手，施我的恩，拿100万星币买200万人的民心，这笔买卖难道不划算吗？苍蝇腿也是肉，你这只蝉不仅狠，而且看得很远。我只是这个求生者，顺便做点力所能及的投资。这笔投名状我收下了，明天一早，防卫署就会以总督府的名义全城发肉。我看那些暗中城府的耗子还能不能坐得住。总督大人，请留步。既然总督大人现出真身，又这么爽快，那我也不能太小气。我再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份能彻底稳固银沙基地的大礼，如何？这大礼就是军民捆绑，给防卫署加薪，免平民杂税，再把这批货变成全城的肉，利益到位，他们就是最忠诚的狗。传我的总督令，即日起，防卫署薪酬翻倍，伤亡抚恤翻倍。属下遵命，总督英明。还没完，增设23条巡逻路线，不听令者斩，怠慢职务者斩，临阵脱逃者斩。是，属下定当严惩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设安全费，平民免生。明日起，全城每家每户分肉2两。全城分肉，这得消耗多少座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100万星币买来200万条命，这笔买卖我赚翻了。江兄，外面变天了呀！天没塌就行。这几天基地简直疯了，防卫署的人跟打了鸡血一样，街上连个敢大声说话的都没有。总督大人真是手段通天啊！我看这基地里要变天了。拿钱办事，天经地义。发了多少肉？每人2两，足足2两变异兽肉。那些平民现在把总督当神仙拜呢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华夏古语有云：泔水没有2头甜。什么东西没有2头甜？泔水带水字，想必是古代的绝密水谷，一头甜，一头苦，形容凡事有利有弊。你开心就好。江兄，大变将至，咱们得抓住机会啊！趁着总督心情好，咱们去讨点好处。讨好处？你真以为银尘沙是在做慈善？发肉免税，难道不是善政？在这人吃人的废土，谁会白白把肉塞进平民嘴里？他这是在养猪。养猪？ 2两的肉买1条命。
他在为即将到来的大乱储备炮灰。大乱，储备炮灰。江兄，你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这要问你这位情报贩子了。银沙基地最近有什么大麻烦吗？江兄，你猜的一点没错，银沙秘坟要失控了。秘坟失控，总督去镇压不就行？没用的，镇压不了。那又如何？这是银沙基地的绝密诅咒，银沙秘坟每隔7年必有大乱，而今年刚好是第7年。从银沙基地建立至今，31位总督没有一个人能活着挺过第2次秘坟失控。银尘沙他死定了，31位总督没有一个人能活着挺过第2次秘坟失控，全都是尸骨无存啊！银尘沙今年必死无疑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江兄，这是必死之局啊！银沙秘坟是基地的根基，7年一次大失控，总督必须亲自进去镇压。第1次还能靠命硬扛过去，第2次就是十死无生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要全城发肉，2两肉买他们去填命，用人命去填，总督他疯了吗？不填全城都得死。在掌权者眼里，人只是数字。江兄，咱们赶紧跑吧，趁现在城门还没封死。跑？为什么要跑？这么精彩的大戏，错过了多可惜。戏？谁的戏？易进的戏。副总督？你觉得易进是个蠢货吗？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。狼怎么会乖乖等死？秘坟失控，银尘沙去镇压。如果银尘沙死，谁最有可能接任总督？自然是副总督易进。可是秘坟还在失控啊！他就算当了总督，他怎么保证自己进去不死？这就要问你的情报网了。来，坐下说话。易进背后是什么势力？他暗中勾结了日西教会。我想起来了，天象师昨天刚发布预测，3天后会有日西。这就对了。日西之时，日西教战力翻倍，他要在自己最强的时候打败银尘沙夺权。银尘沙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秘坟就是你的终点。但这还不够。什么不够？时间完全对不上。秘坟失控的时间是自然规律，易进怎么保证时间？失控刚好发生在3天后。对啊，日食只有那1天，如果秘坟下个月才失控呢？所以，他需要人工干预，他需要一个引信，提前引爆秘坟。引爆秘坟？他疯了！谁能当这个引信？我们都见过这个引信。谁？我认识吗？南宫小新，那个雇佣兵，他不是被易进下毒了吗？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。易进如果要杀他，何必大费周章下慢性毒？随便派个杀手不就行了？对啊，下毒太麻烦了。除非毒药的作用不是杀人。不是杀人那是干嘛？南宫小新是什么异能？好像是混乱序列。混乱序列。秘坟失控的本质是什么？江兄，你的意思是？就是异能量的极度混乱。易进给南宫小新下的毒，炸弹。没错，一个能把总督炸碎的完美引线。现在，进化开始。哭，大声点。什么？我让你嚎出来，使劲嚎。我都这样了，哪还有力气？而且你连麻药都不打。麻药多贵，你没医保。再说了，毒素早就麻痹了你的神经，你现在觉得痛，全是心理作用。那你还让我叫？你不叫，显得我这主招医生很没排面。关二爷刮骨疗刀还得下盘棋，你什么档次？敢一声不吭？主上，心率正在快速下降，毒素的腐蚀速度太快了。把能量接收器拿过来。是。能量剥离开始。别停下，继续嚎。我真的很不动了。你要是不发出声音，马上就会睡死过去。一旦脑死亡，你的序列立刻暴走，到时候大家一起上天。毒素净化完毕，毒素蔓延速度明显减缓了。主上神迹，我们争取到时间了。红衣，别愣着了，该你上场了。圣光降临！用能力就用能力，瞎喊什么招式名，太丢人了。这样比较有气势嘛，书上都这么写的。
好温暖，感觉活过来了。我的身体要裂开了！我什么都没做错。不好，是排斥反应。纯洁的圣光刺激了他体内的混乱序列，高阶蛇毒和圣光在他体内发生共振了。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我控制不住了，我要炸了！完了，死期提前了，序列彻底爆嘴了。主上，快撤！他马上就要引爆秘坟了。对不起，江白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搞砸了。在我的地盘玩自爆，你问过我同意了吗？寸指，空间冻结，只有3秒钟。阎王要你3更死，我偏留你到5更。江白啊，江白，你想来，你以为抓了南宫小新就能坏我的大计？你根本不知道，你带回去的究竟是什么？南宫小新高阶意念石，掌控混乱序列，而那座废弃的研究所正是银沙秘坟的入口。你把他关在那里，哈哈哈哈哈！南宫身中剧毒却不自知，毒素发作之日，就是他系列失控之时。混乱与秘坟深处呼应，秘坟大门将被强行炸开，银尘沙必死无疑。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啊，给你做个体检而已。体检？你到底要杀要剐？给个痛快！哼，杀你？你现在可是我的财产，死人是没价值的。主上，结果出来了。说，一种极罕见的高阶蛇毒，毒性隐蔽，已渗透全身。什么毒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做事向来谨慎，怎么可能悄无声息中毒？你的谨慎一文不值。易静如果连你都骗不过，他怎么敢谋划总督之位？易静，是他！这老狐狸要我死！不只是要你死，他要你死得其所。毒素已经侵蚀了你的异骨，一旦毒发，序列彻底暴走，你就会变成一颗核弹，把这地方炸个底朝天。我不想死，救我！求求你救我！他还能活多久？毒素蔓延极快，如果不加以干预，最多只剩3天寿命。3天，正好是日西那一天。易静的时间卡得真准。我不想当炸弹，江爷，救命啊！想活命就闭嘴，签了他。这是什么？免责圣面。我没有行医资格证，死了别怪我。你要干嘛？剔除异骨，刮骨疗毒。打麻药吗？你没有医保，打什么麻药？啊！毒素已经深入血液，就算剔除了异骨，他也只能多活10几天。关键是这3天内的危机，我不能更改他的死期，3天后他依然会引爆。3天，想在我的地盘放烟花？易静，咱们走着瞧。太好了，没炸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死定了。红衣，答应我一件事。江白哥哥，你说。以后别用圣光奶队友了，你这光速切割太要命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我还活着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毒素已经侵入你的血液和脏器，物理切除只能治标，你最多还能活半个月。半个月也够了，谢谢你不杀之恩。谢，你太天真了。签字，按手印。这是什么？免责声明，你致主治医生无证行医并放弃追责。废话，末世哪来的执照？你连行医执照都没有。我为了救你耗费了大量精力，你现在没有医保，只能肉偿。肉偿？从现在起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就是我的专属利息。我没让你死，阎王也带不走你。很好，现在进入正题。现在进行第4次审问，审问人江白，被审问人南宫小新。你究竟是哪来的人？末世还有这么多规矩？规矩？刑法我都能倒背如流，不过以你的情况，
枪毙你都嫌浪费子弹。这条命都是你的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说说看，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？我做事很谨慎，凡事都会留条退路。自我认知极度不清晰。你写什么呢？继续说你的序列能力。我的能力是混乱，这能力并不罕见，但整个银沙基地没有混乱异能者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明白什么？你还没想明白吗？易尽为什么派你来，又为什么偏偏给你下毒？不可能！我是他的心腹，他不会害我。心腹，你只是个弃子。银沙蜜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失控，而你的混乱序列就是引爆蜜焚的完美引信。你是说他让我来送死？他根本没打算让你活着回去，他私下给你下了慢性剧毒，算准了你死在这里的时间。一旦你毒发身亡，序列暴走混乱，就会和蜜焚产生共鸣，到时候蜜焚提前开启，他易尽就能借机登顶银沙基地。易尽，你个老王八蛋！我为你卖命，你竟把我当活体炸弹！主上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从今以后，我南宫小新只忠于你。我要让易尽血债血偿。易尽的计划确实很毒，但他千算万算，算错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以为只要你死在第9研究所，就能触发他设定的坐标引信。可惜我嫌你太吵，早就把你转移到了反屏蔽室。他那引以为傲的坐标引信，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哑炮。主上，我这条命是您的，只要能杀易尽，我什么都做。杀他，用不着你动手。这是什么？一些旧文明的资料，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多看书少做梦。这上面写的人人平等，天下大同。主上，这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没有压迫的世界吗？如果你相信这条道路，并愿意为之奋斗，那么这样的世界就一定会存在，简称如在。如在，如在。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。主上，我最多只剩半个月，在我死前，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？确实有件事适合你，您尽管吩咐。把你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。记录我的一生？我这种人的烂命有什么价值？现在也许一文不值，但对于未来，这是研究历史的坐标。我们是一个有未来的民族。我明白了，主上，可是我没有纸和笔啊。一支笔50星币，一本草稿纸800星币。这么贵，抢钱啊！我的财产全被你们收缴了。没关系，可以打欠条，月息3%，童叟无欺。卖口供、要债，还有总督的赏金，手里近300万星币，这仗能打了。江兄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，你师父被妖怪抓走了？别开玩笑了，银沙蜜焚的入口出现了。这话你3天前就说过了，然后呢？咱们之前商量的事儿，你考虑的咋样？你一枪崩了易尽，星光神殿和总督都会承你的情。你确定要在这儿聊这种机密？这儿只有咱们俩。左边铺子是易尽的暗哨，右边铺子是月神会的探子。看吧，多热闹！江兄，咱们换个方便说话的地方。我出3万星币，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请输入密码。滚！好了，现在方便说话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合作？江兄，蜜焚入口一开，所有势力都要进场了。来得正好，这把旧时代的钥匙，是时候给他们开开眼了。江兄，蜜焚入口一开，所有势力都要进场了。来得正好。江兄，您这是？南宫小新的宝藏情报卖了150万，总督给的封赏30万，再加上我之前的积蓄，还有从小红衣那儿借来的高利贷，抛去各项开销，我现在手里有近300万星币。300万，江兄，你现在可是银沙基地的首富了。既然资金充裕，那杀易尽的事儿，坟里全是从失控异能中爬出来的怪物。易尽也不是引经受禄的蠢货，没有足够的火力覆盖。你真以为我能单杀覆盖？江兄高见，确实稳健。这3柄就免了，我要在进蜜坟前全部换成即时战力。全部换掉？您打算买什么？高爆破片雷，先来100颗；大功率电磁穿甲步枪，来2把。还有最高规格的抗污染防护服以及恢复药剂。江兄，这可都是星光殿的管制军火啊，这不合规矩，上面查下来我得掉脑袋。这里面有20万，算你的回扣。干了，包在我身上，今晚之前货绝对送到你手上。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这不是地震，是异能暴走。不对啊，入口明明只是出险，这种强度的共振，银沙蜜焚提前全面爆发了。看来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。江老板，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蜜焚全开，借你脑子里关于南宫小新的情报一用。哼，岳灵会的江白是我们先盯上的，谁能抓活的，这唯一的活体线索就是谁的。江兄，他们是冲着你来的，这帮猎狗闻到味儿全回来了。刚准备花钱，这就有人赶着来送装备了。我左边铺子的日习教，哼，还有右边铺子的月神会，就这点人也敢来抢肉？放屁！老子是月神会的，日习教在右边，你瞎吗？江兄，你把他们身份搞反了。无所谓，反正马上都是死人。
滚！蜜焚入口全开，没必要现在拼命。走，先去入口抢占先机。江兄，真有你的，硬生生把这群亡命徒吓跑了。吓跑？这叫战略清场，清场费结一下啊？什么清场费？没有我刚才拔枪，你现在已经被剁碎了。3万星币，概不赊账。3万，这也太黑了。不过这笔钱神殿可以报销。江兄，咱们实付3万，发票开5万，这中间的差价嘛，懂规矩。刷卡还是转账？刷卡，刷卡。现在清静了。说吧，星光神殿的真正意图。江兄真是料事如神，银沙秘焚现在全面爆发，神殿的高层想要易俊的命。易俊可是银沙基地的地头蛇，神殿怎么突然对他动了杀心？哼，易俊这家伙野心太大，手伸得太长，他在秘坟里藏了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只要你能在秘坟里干掉他，神殿和总督大人都会重重有赏。把我当免费打手，算盘打得挺响。杀易俊，这可不是小差事，他手下高手如云，本人也是个硬茬，所以才需要江兄你这位高人出手啊！以你那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这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别给我戴高帽，好处自然少不了，但风险也不小。江兄放心，报酬绝对让你满意。事成之后，至少50万星币起步，外加神殿藏宝库的优先挑选权。先别急着画大饼，我这人做生意向来喜欢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江兄，什么丑话？我就想问问，如果任务失败，我死在秘坟里，这笔高额的死亡赔偿金，你们打算怎么算？如果任务失败，我死在秘坟里了，这笔高额的死亡赔偿金，你们打算怎么算？江兄玩笑可开大了，凭你这深不可测的实力，怎么可能？少拍马屁，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江兄，你先别动怒，听我慢慢说。这次要易尽命的，可不止星光神殿一家，连那位总督大人也完全默许了。银尘沙，他也想让易俊死。千真万确，易劲这家伙野心太膨胀，他在秘坟里搞私下交易，手伸的实在太长了，他触碰了所有高层的底线，现在各方势力都想让他死。原来如此，墙倒人推啊！既然是多方联合的大买卖，危险系数自然倍增。先付2星币安家费，概不退还。20万？你刚风太大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给我给还不行吗？这钱我私人先垫上。江兄，钱到位了，事儿你可得办漂亮点儿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易劲这条命，我收了。江兄，这病历单是谁的？怎么还带着血？一个死人的。江白，你给我刮骨疗毒，强行给我延寿半个月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活下去。活下去？我这副残躯还能做什么？既然你不知道做什么，就把你这一记录下来。我一个将死的阶下囚，写这些有什么用？对于现在毫无用处，但对未来有研究价值。未来？好，我写，我一定好好记录，哪怕是为了你施舍的这半个月寿命。等一下，800星币。你连将死之人的钱都要赚？没钱可以打欠条，月息3%。易劲以为南宫小新是弃子，却不知那是我亲手缝合的致命因素。江兄，入口，秘坟入口这成型了，秘坟的能量彻底失控了，这动静太吓人了。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场。易劲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冲进去了，急着送死的人永远跑在最前面。咱们要是去晚了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走吧，该去收网。江兄，先别急着走啊，外头风暴失控了，先避避。放手。星光神殿那边开出天价了，只要你点头，就是小队副队长，50万星币做应金，还能带个助手，拥有绝对指挥权。就这些。事成之后还有半份观想图，加上出发前的半份。江兄，这可是3品啊！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和总督很聊得来？总督亲自拜访，他大张旗鼓上门，就是拿我当枪使。我查过银沙基地的历史档案。7年前，总督刚上任时，银沙基地人口有260万，如今只剩200万出头。7年前，总督府有12名超凡强者，如今只剩下可怜的4名，只有132亿。江兄，别说了。这些可是总督府的绝密数据啊，连我都只知道一点皮毛。绝密不过是无能的证明罢了。强者没强者，要钱没钱，这位总督干得真不怎么样。江白哥哥，总督真的这么差吗？那天看他，感觉人怪好的嘞。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，所有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。可你刚才不是还在骂他无能吗？树其实是个合格的总督，这7年天灾人祸不断，他能保住200万人，属实不易。那一会儿坏一会儿好的，他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？不要随便给人贴标签，但他登门拜访，确实把我架在火上烤。他想要我替他分散众人的注意力，这算盘打的，我捂着耳朵都能听见。既然想利用我，就得付出代价。我要的
可不止这点东西。总督大人，属下句句属实，这就是江白亲口对属下说的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属下愿以性命担保，有一字不差的录音为证。真有意思。他明知道你是本座安插的卧底，为何还要对你说这些话？大人，他看穿我的身份了。蠢货，他这是在借你的嘴传话。那总督府里肯定有内鬼，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？不，总督府没有内鬼，因为有些数据连绝密档案里都没有。那他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天系序列11，天问，没错，江白背后有天问强者，只有天问才能洞悉这世间一切隐秘。那他主动暴露这件事，第一是警告本座，警告本座不要妄图逼迫他站队；第二是示好，他是在向本座抛出结盟的橄榄枝。你之前说江白在找观想图，大人，这是顶级秘宝九龙观想图。本座要让他看到绝对的诚意。江白，你这盘棋，本座接了。江白哥哥，你刚才说的绝密数据到底是从哪弄来的呀？随口胡编的，那个猪自然会脑补出天问强人，本座定要将你彻底拉拢。江白，真要这么干吗？你先看看咱们欠的债，唤醒我的开销费、研究所的回修费，加起来是天文数字，你良心会痛。我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偶尔想起来会痛，所以咱们得搞钱。可是我的能力变异了，天问会隐瞒关键信息，这会严重误导别人的。天问给的信息是假的吗？绝对真实，绝不出错。那不就行了？咱们加一句免责声明，仅供参考，不作为最终结论。这也太黑了！赚敌人的钱，心不黑怎么行？江老板，这东西太绝了，古人真懂得享受啊！老飞，奶茶好喝吧？好喝，甜到心坎里了。好喝就在这儿多坐会儿。行，我哥正嫌我烦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天问强者在线答疑，副总督担保，童叟无欺。门神就位，准备接客。江兄，我来捧场了。这是总店给的诚意，顶级秘宝九龙观想图，折成现金吧。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赃物见光死，少废话。折算30万星币。你这砍价也太狠了！100万材料费加上50万现金，1分都不能少。好，我给。我要问银沙秘坟最后一关题目，他在后面隔着问。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我愿向神将起誓，确保回答绝对真实，绝无隐瞒。好，把题目给我，让我看看通关秘籍。这是什么鬼画符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这东西叫高等数学。高等数学？这玩意儿很难吗？俗话说，人逼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对，潜力无限。但高数除外，真没人能解开这鬼画图。那我这巨款岂不是白花了？其实还有地方在研究。哪里？快告诉我！万神殿的知识讲哨，地狱剑兵的黑色剑碑，深渊游气也有几位智者。这都是云端上的大人物，寻常超凡者连见面的资格都没有。江兄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会吗？我又不需要考研，我学这玩意儿干嘛？算了，我带题目回总部商议。题目解出来了吗？已经全部答完，我还修正了几个不规范的符号。其实我刚才骗他的，这题目我了不起。原来如此，您不愧是救世主。但这答案还有改进的空间。哪里不对？请您指点。你第一步没写解。解有4种写法，不写解是要直接扣分的。受教了，我这就牢牢记下来。这是九龙观想图，还是一条残疾龙？这是9品之上的神奇残卷，能排进我见过的前5名。残卷用了会有什么影响？能用，但会卡境界，必须凑齐一条龙才能冲击超凡。卡境界无所谓，只要能提升眼下的战力就行。老飞，今晚我要闭关。闭关？你又要搞什么名堂？我需要1晚上的时间，你帮我盯死义军，上厕所也要死死盯着他。你敢指挥我做事？我可是副总督。这是给你的护法酬劳，保证你绝对满意。古代的顶级智慧结晶，晚太客气了，交给我，义尽绝对飞不出我的手心。今晚你在上面守着，誓死守卫通道。今晚死守地面，谁敢乱闯，直接给我咬死。今夜要么一步登天，要么让偷袭者血溅当场。哟，终于肯露脸了。凡人，你可知唤醒本座要付出何等代价？代价？我不是正在给吗？200万星币的材料够你吃顿饱的了。我靠！你抢劫啊！停下！你竟敢反抗本座！反抗？老子这是正当防卫。你吃了我的材料，还想连我一起吞？凡人，你这是在找死！
想吸干我？做梦！封印之刃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总督府密库里顺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。现在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你想谈什么？退款？什么？你吃了我的材料，却不肯给我能力，这叫欺诈，懂不懂？我已经全程录音了，你要是不退款，我就把这事儿捅出去。你还欠我150万星币的材料，分期付款，月息3%，可以接受吧？本座活了万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谢谢夸奖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来，签个字，按个爪印。这就是龙威。契约已成，莫要忘了你的承诺。序列72，欺诈，这买卖不亏，还倒欠我150万，这大概是史上最惨的龙了。序列72，欺诈，天命封印终于松动了，人和封印解除，修炼与恢复速度提升10倍，但要突破气的上限也得翻10倍，5万点气，缺口太大了。不过，有了这个新玩具，最好的实验图就在眼前。你突破了。过来，把字签了。欺诈能力，你早就知道自己会觉醒这个？不知道，我打印了72分，觉醒哪个就拿哪分。真不愧是你，这就信了，真好骗。签吧，免你3天伙食费利息。你忘了吗？你一直都是个左撇子。对，我是左撇子。把这本书抄一遍。好，我这就抄。恭喜先生顺利脱关。江白哥哥，你觉醒了什么能力？序列72，欺诈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你懂什么了？你肯定又在骗人，怎么可能垫底？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这也行？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？深不可测的老六啊！谎言是刀，实话亦是。只要他们不信，我就能一直赢。狗狗乖，握个手。一边玩去。哦，我这就走。怕什么？我又吃不了你。签字，按爪印。想变成火锅底料？很好，合作愉快。听好了，哈！不是狼，你是血豹，你就是血豹。叫声还是像二哈。500点上限，完美收割。既然你是血豹，以后你就叫芝士了。走，去前面见个熟人。江兄，你可算出来了。这什么异兽？我的宠物是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秘坟入口3日后开启，最后通牒已经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想请江兄带队，保我们星光神殿几个名额。条件翻倍，保你们4个。江兄，这价钱太高了，上面不可能批的。是吗？星光神殿批不了，那月神辉呢？江兄，你说什么？别装了，日系教给的报销额度高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天生就是干卧底的料。现在给他们3家发消息，每家500万，我保送5个名额。江兄，这会出人命的。不发，现在就没命。我发，我马上发。秘坟开启，肥羊们狩猎开始了。全发了，这下彻底把人得罪光了。别哭丧着脸，干完这票，你就是大功臣。星光神殿回复了，念，同意报价，定金已付。他们居然真给钱了。第一笔启动资金到手
神殿果然财大气粗，剩下的2家呢？这是月神会的专线。哪位？江白，你胃口太大了。贤贵可以不买，想进秘坟的势力多的是。你敢威胁月神会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500万，保5个名额，在秘坟内互不干涉。好，钱马上到账。就剩日夕教了。将兄，手下留情。怎么了？别打了，真别打了，我接了。哦，你能做主？我就是日夕教的代理。哈哈，你天生就是干卧底的料。既然如此，打钱吧。合作愉快，魏兄。3天后，秘坟入口见。我要见总督府的人。你有什么筹码？3大教派的底牌，还有他们在秘坟的布防。老地方见。情报带来了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总督府的诚意，希望你的情报值这个价。绝对物超所值。真是件完美的艺术品。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所长，总督府的诚意还算凑合。江老板，你这书真是绝了！莫欺少年穷看完了？昨晚我看了一宿，简直热血沸腾，而且这雄秀天香还真别有一番风味。你把袖子染红了？不仅染红了，还洒了最烈的烧酒。红袖添香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是形容看书时有红粉佳人在侧，焚香伴读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江老板，学识渊博。如果我故意歪解古语，算不算一种欺诈？算了，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不合适。老飞，过几天我要进秘坟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总督府绝对鼎力相助。卡里有700万，这里还有几件材料，你帮我估个价。这是江老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说来话不长，昨夜我观想修行时，忽见金光漫天，云雾散去，一头游龙化作白须老手。他说我与龙族有缘，助我修行。龙灵显圣，难怪呀，连龙族都愿臣服于你。副总督大人，总督有令。这些材料，总督府愿意市价商价3成收购。江先生在总督府的一切消费均享7折优惠。江老板，你看这价格还满意吗？2650万行币，加上你卡里的，凑个整3400万。拿着这笔巨款，总督府的密库随便你挑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江老板，你打算买点什么防身？各势力的制式作战服，每个型号来20套。买这么多，你要去进货了？鱼目混珠，懂不懂？只要我换得够快，敌人就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还能把衣服套在敌人身上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江老板，你可真是个战术大师。他们信得越深，我觉醒的就越快。等谎言堆到极限，就是天命封印彻底崩破之时。那时候，谁还能挡我？密库看守副总督，通行令。好惊人的能量波动！江老板，总督府的底蕴全在这儿来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枪，明白？这边请。这3把是密库里最顶级的射击秘宝，曾经800里外一枪拒杀超凡强者。好东西，这把多少钱？打完折7200万星币。你们怎么不去抢？旁边这把呢？近战喷子1100万，射程太短，我不想和怪物贴脸。那就只剩这把暗金左轮了。这把左轮怎么卖？暗金左轮射程只有100米，威力不如大狙，800万拿走。就它了。重量完美，握感极佳，普通枪管根本扛不住我的底牌。老飞，你们这儿有异骨子弹吗？没人用异骨子弹，那太败家了。那有什么威力大的替代品？我们有特制的异能封印弹。单价多少？总督府自产，单发12万星币，合理这些我全包了。老飞，打个商量，江老板还需要什么？这异能弹的制造方法卖不卖？江老板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我从不开玩笑。
这是总督府的绝对机密，非卖品。江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江白，你想强抢？老飞，别这么激动，我可是遵纪守法的良民。哼，良民会要总督府的核心机密？就这破烂技术也算核心？单发12万，威力却差强人意。遇到高阶怪物，这就是挠痒痒。你懂什么？这是量产的极限。蜜粉马上就开启了，各路势力都在盯着银沙基地。你哥顶得住外面的压力吗？把制造秘术给我，我能造出威力翻倍的子弹。这不合规矩。技术算我买断，以后我造出的极品弹药优先供你们。优先供应？你确定？总督府出技术，我出成品，这是双赢的买卖。只有图纸，没有实操指导。成交，绝不能泄露给第三方。放心，我这人嘴最严。合作愉快，钱从账上扣。闭环终于完成了，原来是靠气路引导能量，来试试真正的力量，这就顺眼多了。该试试新底牌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，去赴宴了。兄弟们，秘宝就在眼前，谁先进去，谁就能改写命运。冲啊！翻身的机会来了！一群笨蛋，先去探路吧。炮灰永远都不嫌多，新秩序从今天开始。